大家好，因为离农历过年比较近如果打算种植过年使用的年菜，短天期的叶菜类虽然现在才要种，会比较赶，但却是很适合的作物就算来不及吃饭，也不是过年才需要吃饭嘛。晚的话，年后也有菜可以食用。因此，年菜种植完之后，就准备进入收尾的阶段了。这陆续整好的地，还得在走道上铺上杂草抑制席。目前因为时常走动，也没有下雨，浇的水也控制在菜床上，所以杂草生长的范围算是还控制在菜床上面。关于叶菜类种植，事先将土壤翻松后进行撒种。撒完种后，再略做翻土的动作，让草籽可以获得简单的土壤覆盖，多少也有翻松草籽过于集中的好处只是因为离过年很接近，现在撒种的方式算是采用高密度撒种，这样长出后可以采用提早采收的方式，除了疏苗效果，也可当作年菜使用一次性进行撒种的是奶油白菜、小白菜、茼蒿与菠菜这些菜的特色就是品种很多。现在这些菜算是从种过的诸多品种中挑选出来的。对于叶菜类种植，其实只要这样做，出芽率就可以很高。而会再多覆盖一层稻梗的原因，除了可以提供一开始的保湿效果，也方便快速进行浇水而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可以让狗分辨哪边是种植区通常铺上稻梗，覆盖掉土壤后，土壤对狗爬土的吸引力就可以降低。另外，对于翻松整地过程，翻松晒土算是很重要，但是别把土敲得太细碎也很重要。因为目前的时间还没有下雨通常在过年前后却会下雨，土壤敲得太细碎，会导致底根处不够透气过年期间是采收期，还要追加翻松土壤，就太辛苦了而剪辑这拍摄下来的影片，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进行修正做法。在铺设稻梗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些稻梗不好用的位置是稻梗最细的末端，在铺设时要分散得花一点时间其他位置的稻梗随便撒就可以很分散，因此末端的位置就直接摆在沟槽里。日后收集稻梗的时候注意一下小细节，也可以省下一点时间。毕竟田间工作时间能省就省天气很冷或很热时也是很大的帮助接下来进行浇水，看似平常无奇但是这对于附近的家庭种植算是很大挑战。前方的水稻田目前都在做第一次的干翻后晒土，因此灌溉河道的水大概会停水10天虽然有预防性的做了蓄水池，但是水稻田没有进水，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除了会连带影响到蓄水池的水位下降的速度，也会让菜床的湿度降低的比较快也因此现在算比较辛苦，还得这样走来走去舀水来浇水而现在蓄水池的水位已经要见底这是蓄水池的暗管没有埋那么深中央蓄水池虽然水还不少，但也就只能透过虹吸的方式抽取中央环绕水池的水过来。不过只要灌溉河道的水来后问题就可以自动解决另外，菜床中间多挖一条沟槽的设计，
是要让水可以自行流动，日后水位上升后，就可以沿着沟槽一路自动漫淹了。菜床中间有一条沟槽的用途，还可以增加不少啊。目前除了确认可以自动漫淹浇水，这样就有避免土壤板结、降低长草的效果。这在天气热的夏天更是可以轻松不少。与其说呢，今年冬天种了不少菜啊，其实反而是大多是在做设施啊。漫淹道的应用或许还可以单拍成一部影片。最后面这段影片算是要让山茼蒿曝光现况啊，才特地在此进行大陆妹育苗的安排。育苗的方式就跟短天期的叶菜类一样而已啊，只是这靠近下方的水田地势比较低，但却有将菜床进行垫高，降低菜床的湿度啊，因此撒种铺上稻梗后，水会浇得比较多一点。最后，这则是要呈现山茼蒿9天的变化，所以先看一下9天前的样子。山茼蒿移植后的几天都有存活下来，而灯笼果在移植后的几天出现了一个状况：3颗扦插苗移植后，原本的大叶片都出现白粉病啊，叶片出现软化的现象。直接将大叶片都摘除后，它又很快的长出新叶了，算是非常幸运哈，不用再额外进行处理。经过7天后，比较早进行撒种种植的叶菜类，已经很有准备穿上新衣，迎接过年的气氛了。而片头进行撒种的幼苗，天气冷的缘故，才慢慢的探出头来。不过速度这么慢的原因，可能因为是撒种后只浇了1次水而已啊。在2天后，山茼蒿已经精神奕奕了。至于刚才焦距没有抓好的灯笼果，已经有要开花的现象了。这若是要赶上过年，就得看单追加的地底甘蔗渣效应啊。目前草木灰还在待命中，年菜进度呢，以上分享，谢谢收看。